Hello， 大家好，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这两天，一位专业的保险经理人朋友告诉小李哥，大多数的房屋保险公司将不会再理赔房子因为灰管漏水所造成的损失。小李哥听了可是大吃一惊。这个消息代表，在全加拿大将有超过70万个居住单位，如果发生了漏水，没有办法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这一集小李哥就来带大家认识这个灰管到底是什么样的妖魔鬼怪，为什么保险公司会不理赔呢？影片开始之前，小李哥先帮自己工商一下。如果您住在大温地区，房屋需要翻新、装修，或是油漆、木地板、水工、电工的专业服务，请您在下方留言告诉小李哥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灰管就是聚丁烯水管，简称 Poly-B 水管。早期加拿大的住宅进水管都是使用红铜水管，红管十分的坚固、抗腐蚀，并具有一定的抗冻胀和抗冲击能力。但也就是因为铜管坚固，施工起来就十分的不容易，而且所有的铜管接头都必须使用焊接，十分费工。而且近年来红铜的价钱不断的上涨，简单的来说，红铜的水管就是贵。所以在1978年之后，加拿大政府通过许可，聚丁烯供水管正式出现在建筑当中。灰管的弹性极好，施工方便，价格又非常的便宜，很快的就得到了水管工还有房地产开发商的青睐。从1978年通过到1995年完全禁用，在这17年间，有70万的加拿大住宅单位使用灰管。尤其在1980年到1990年这之间，几乎所有的新建案都是使用灰管。灰管最早被爆雷的问题，就是塑胶的配件和弯头。水流在弯头的地方，压力会增加，在较高的水压之下，塑胶配件容易破裂漏水。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政府及保险公司就要求所有灰管的配件及弯头都要使用铜制的，不能使用塑胶，否则保险不承保，发现问题也不理赔。理论上，加拿大应该早就看不到塑胶的灰管配件了，但是小李哥直到了2022年，都还有看到这种塑胶接头。天晓得这中间的屋主是怎样买到房屋保险的。如果您家中还有这种接头，请特别的小心，它一旦发生漏水，保险公司是100%不理赔的。换了接头就能解决问题了吗？很遗憾，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陆续的发现，如果当水温达到55度 C 以上，或是水中含氯，灰管就会快速的变质而破裂。放在阳光下，灰管也会脆化。水流通过灰管的时候，还会产生高氧化水，会伤害热水器及锅炉。天哪，我们先不说后面的2点，光前面的2点就够致命了。哪一家的热水器水温不会超过55度啊？哪一国的自来水中不含氯啊？灰管用在建筑物当中，妥妥的就是漏水的定时炸弹。很快的，加拿大在1995年全面禁用了灰管，但是针对已经使用灰管的房子，没有强制要更换。加拿大就是这样，政策总是温和及有所保留。虽然灰管的材料有问题，但也不能说灰管房一定会马上爆水管啊。就像之前的铝电线，之后的石棉，还有其他有争议性的建材，政府的态度都很一致，就是管新不管旧。但市场经济会自然的淘汰问题商品。灰管漏水的风险实在太高了，
保险公司一家接着一家拒保挥管房。目前在市面上只有极少数的保险公司愿意高风险承保，而且想当然而保费都非常高。首先是要看房子的建筑年份，挥管只短暂的出现在1978年到1995年间，算上施工时间，如果您房子的生日落在1975年到1998年之间，建议您可以简单的确认一下。如果您在锅炉房或是厨房及浴室的水槽下方看到灰色的塑胶进水管，10之8九就是挥管。挥管上一般会印有识别编号 PB2001、D3309 或是 CAS137.8。如果连编号都对上了，就是100%确认。1978年之前的房子也有可能因为中间的翻新而有少量的挥管，最好还是检查一下。但如果你的房子是1998年之后才盖好的，就一定是安全的，可以不必检查。另外，在房屋的交易验屋报告中，也一定会检查挥管。买房之前，还是建议你要先验屋，才会比较放心。家中有挥管，当然还是更换掉最好。挥管是家中漏水的定时炸弹，一旦漏水就必定是要花大钱维修，那就不如先更换，来减少可预期的损失。更换挥管的工程，其实严格的意义上并不是更换，而是直接截断挥管的供水，再用新材料的水管重新连接冷热进水。当然，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在室内的墙上或天花板上会打开很多洞来拉新的新水管。水管接好了，当然还要把破坏的地方修补回去。墙壁或天花板的破坏，我们可以补土打磨完再重新油漆。当然有时候我们还必须修补地板或是瓷砖。一栋屋子有进水管的地方都要更换，浴室、厨房、洗衣房都是施工的重点。还有连接到室外浇花的水管，也千万不要忘记哦。除了供水系统，还有一种情况比较棘手，就是水循环地暖系统。这种系统挥管是整个平铺在地板下面，如果要更换，当然是要将地面全部都挖开来，重新接管之后再重新灌浆，这样房子的地面就必须全部破坏。房子在施工的时间，家具也一定要完全的清空，当然也是一定不能住人的。简单的说，这样施工的成本非常高。您可以评估一下您房屋的状况。在温哥华，的确有不少的单位值得这样做。在加拿大，40年的木屋并不算老，有些老房子的外观和内装看起来与新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如果又刚好在热门的地段，那更新家中的管路，并维持舒适的地暖系统，当然可以大大的提高您房屋的价值，是一个十分划算的投资。但您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预算，还有一个比较实惠的解决方案，就是停用地暖系统，改安装电暖系统。停止地暖的水循环，自然就不会再有漏水的风险，也不必破坏地面，工程的范围和预算就会大大的减少。而且这样做的额外效益，就是未来比较节约能源。现在气候已经没有那么冷了，24小时的地暖水循环，实在也有点浪费。答案是可以的。现在仍然有少数的保险公司可以用特殊风险的方式承接挥管房的房屋保险，前提是您必须把所有挥管的弯头及配件更换为同质配件。不过每年的保险费比较高，而且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保费会一年一年的变高。这等于是将挥管破裂的风险成本分散到接下来的每一年。如果您一时之间下不了决定更换挥管，或是在短期内会出售房子，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啦。当然，我相信还是有不少的朋友没有为自己的住宅买保险，这个在北美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小李哥在之前的影片中也有提到，在北美买保险不单是为了损害赔偿的问题，还会牵扯到未来司法保护的问题。有时候意外发生了，不一定是赔钱就能了事的。这一点之后我会再另外做一部影片仔细说。总之，保险就是一种保护。小李哥建议大家在北美一定要买正确足额的房屋保险，才能真正的住得安心。另外有一点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的房子有灰管，一定要诚实的告诉保险公司。虽然保险公司在承保的时候并不会派人来检查，但是一旦发生意外，他肯定是会来详查房屋的。只要保险公司发现房子里有使用中的灰管，您所有的漏水及漏水所发生的损失，保险公司是一定不会理赔的。而且您还有可能因为不实告知而遭到保险公司的拒保，这个不良记录还会留在保险的系统当中很多年。所以请你在投保时一定要诚实告知哦。灰管在1995年就已经全面禁用了。以加拿大政府的风格来说，能够全面明令禁用的东西还真不多。就连石棉这种致癌物，也在2005年才全面禁止。换句话说，灰管已经是政府认证的问题建材。如果您家中有灰管，还是趁早拟定方案换掉它吧，避免更大的损失。在未来，灰管屋的房屋保险一定会越来越难买，保费也会越来越高，而且您的房子在市场上也会越来越难卖。怎么样看都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好，关于灰管的话题，小李哥就先分享到这边。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和小李哥讨论哦。如果您住在大温地区，如果您家中还有在使用中的灰管，如果您需要小李哥帮您评估一下更换灰管的可行性，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告诉小李哥。最后，祝您平安喜乐，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喽，拜拜。